世界上第一大民族是谁呢？我们大家说中华民族，但实际上很遗憾啊，现在印度啊，它的人口超过了中华民族啊。从国族角度上，我们已经不是世界上第一大了。但是万幸的是，从单个的民族上，汉族依然是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13亿人口第一大民族。当然，汉族之所以伟大，它不仅仅在于它人口多、悠久的历史、文治武功，更在于它本身的从人类学、生物学的基因上就非常的强大。那强大在哪儿呢？第一个点，我们的智商是全世界最高的啊。根据林恩以及包括很多的超样调查，汉人的平均智商在105，欧裔的白人只有99，到东南亚是87，到内亚啊中东是84，非洲呢是67。所以从这个智商上可见，我们这个优势是极为的鲜明的。那实际上在国内各个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来看，汉人的智商也是非常的出众。因为我们拿到各省的这个数据来看，那根据这个汉人的比例高低，也明显会出现一个梯度。像西北、西南很多地区呢，它的人均智商经常是过不了100的，但是在华东啊、东北啊、华南呢，我们的智商平均是很高的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的优势呢，不仅智商强，心性非常强大。我们汉人中有80%拥有一个强大的叫 MAOA 的战士基因。这个基因的特点是你体内呢不能有效的分解肾上腺素、血清素，包括多巴胺。也就是说，在极端的危机情况下、紧张情况下，会让这个人愈发的冷静沉着、有忍耐力。它特别适合打仗，特别适合有集体主义的生活。所以有时候被称之为刺客基因或者叫绝境基因，特别适合于开疆扩土。所以这个基因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啊出现那么多谋略家、那么多军事统帅，能够不断的开疆打下这么大一块家业。这个基因在汉人中是80%，在中华民族中国人是70%多，那到西方的白人只有30%。第三个优势在哪儿呢？在我们男性的睾酮水平非常高。这个很重要啊，也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啊，特别擅长出大力士，在奥运会上真正的举重，无论男的女的，那基本上冠军可以被中国人包揽，以至于奥组委不断的去减举重项目金牌的数量。更关键的是，当你睾酮的水平高的时候，你的生殖能力很强。所以我们民族的人多呀，它不单单仅仅是制度文化上的优势，很关键的是我们的繁殖力、生育能力很强，能够开枝散叶。所以大家可见现在的这个按照基因统计的话，咱们汉人中啊最多这个欧系啊欧1、欧2、欧3加起来接近90%，也就是我们的父系共祖的概率很高的。这个民族本身呢，它的纯洁性很强。我们可不是一个杂的民族，它的从血统上其实是高度的一致、高度传承有序的。第四个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过敏源比较少，花粉过敏啊、动物过敏的，包括一些杂粮啊、什么过敏、昆虫过敏都没有。适应性非常强，你无论是极寒极冷，热带雨林什么环境，汉族人都能适应，所以他可以不断的开疆。那不像很多美国人吃花生直接过敏了，这种人特别多，我们汉人很少这种情况。农业、畜牧业都发达，不断的优选，不断的适应，以至于我们不断的可以进一步扩大。第五个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体毛比较少，但我们体脂率又比较高，我们体味又比较小，我们体毛少可以适应热的环境，可以散热。那体脂率高呢，可以适应寒冷的环境。你不要认为中国人没那么胖，但实际上我们脂肪长在非常重要的地方啊，脸上肉多保护灰方，眼皮子上肉多肿眼泡，但是呢，你保护你的眼睛在极寒环境下不受冻，同时体味小，能够隐蔽自己，擅长征战啊，不暴露自己的存在，也更适合一个族群在一起聚居。所以汉族它的优秀基因是非常多的，神族当之无愧。